其实你看到的新加坡只不过有200年的历史，但是这200年的历史都发生在这一带，从小渔村到港口，再到如今的城市，我们从这里走一圈就可以了解到新加坡。我觉得大多数人了解到新加坡都是通过后面的这个金沙酒店啊，因为这个金沙酒店其实是相当年轻啊，是2010年建成，然后呢，其中是有3个大楼把它支撑起来的，然后上面连接的是一个空中花园。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、6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海口、河口交汇的一个地方，船来船往。然后呢，新加坡建了一个叫做 Marina Barrage， 就是把这个海水给阻隔在外，逐渐把这块变成了一个淡水湖，也就是一边是金融区，一边是金沙，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摩天大厦。如果来到新加坡，只要你选一个地方，我相信你肯定会选我后面的这个鱼尾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年啊有成千上万的游客都为了这个地方去打卡一番，就是为了证明我来过新加坡。那鱼尾呢，代表的是 Temasek 一个小渔村，而狮头呢，代表是 Singapore 渔村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鱼尾狮啊，它不是面向于城市，而是面向于大海，这代表新加坡是一个向外而看的城市。这里从来不是终点站，而是一个中转站。那从鱼尾狮走过来，会经过这个螺旋桥。那这个螺旋桥呢，是给行人走的。那这座桥的建造有点像人类的这个 DNA 的双螺旋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会发现新加坡很少用这种传统图腾去建造一个东西，它更多偏向于现代科学秩序来去装扮，来去表达自己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座城市的建立本身就是靠计划和管理。你发现没有，新加坡很少跟你说大道理，他不讲历史有多苦，也不跟你喊口号，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一片水放在城市的最中间，然后让金融、生活、游客、时间全都绕着他走。好了，船继续开，城市慢慢亮起来，我们就先把这段留给夜色。